各位放心，这是技术性回调，三昧真火新能源马上量产。牛董，比起股价，您更该看看这个。闭嘴！那是老子亲生的。够了，牛董，回家带娃去，别在公司丢人了。咱家火全是黑烟，这咋带仙气？老婆，300年前蟠桃园，你和他到底？都说了800遍，你祖上是变异炎牛。我祖上有炎魔，孩子随我随你都该是黑火。唉。红孩儿火性太燥，这是老夫特制的清凉符，稳心脉用的。谢谢太上爷爷。老官儿，您这照顾的可真周到啊！来，太上爷爷，坐下喝茶。太上爷爷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老夫对你母亲家小有一半责任。亲爱的，今天辛苦了。不对，太过谄媚了。老婆，那个太上老君，嗨，更像质问了。牛董，不好了，又登上热搜了。慌什么？是不是又说本公司要倒闭？随他们去说。不是，是您家里的事儿。红孩子出生当日，恰好是太上老君的出关时辰，如此巧合，是命运的安排，还是……我儿子出生那天，我在产房外急得差点把走廊啃了，跟那老道毫无关联。这张是今天刚流传出来的，说是300年前夫人和老君在蟠桃园。300年前，我还在跟孙悟空结拜，四处喝酒打架呢。董事长，这也可能是 PS 的，现在的技术很先进了。先进什么？又购置什么新设备了？老婆，没什么，我们在商量买新空调。空调？火焰山最大的降温公司老板要给自己办公室装空调？牛董，阁下臀下似有冒烟之象。哈哈哈，这都是上火弄的，我这是心火太旺了。夫人，快请坐。信了吗？当然不信，全为狗仔胡言乱语。我夫人冰清玉洁，我的儿子必定像我。不像你还像何人？难道像太上老君那古板老人？对了，下午老君表舅派人送来一批新的清凉符，言明是给红孩儿练功时稳定心脉所用，无以放于炼丹房。你有空去清点一番。300年，蟠桃园清凉符稳心脉。点，我自然要点。纯阳仙气如此精纯，当真是不惜成本啊！妈，你在哪儿？我的火气又有些难以控制了，快给我一张符。爸，你为何在此？我妈何在？我为何不能在此？此乃我妻子公司，你可知你已300多岁了？换算成人类年纪，我刚步入青春期而已，正值叛逆期，明白否？此炉亦是太上爷爷所送吧，甚是好用，远胜父亲当年从东海抢回之破鼎。儿子，你与为父说明，你觉得太上老君待你如何？为人慷慨，本领高强，上回还偷偷与我说，等我成年礼时，送我一整套兜率宫出品质风火轮限量版平衡车。平衡车？
太乙老者还知晓此物？那是自然，太上爷爷可识上了。火气又上来了，符，爸，快给我一张符。怎么了？无妨，给你。这孩子到底像谁？多谢父亲，我去找母亲了。晚上吃岩浆涮毛肚。闻阳仙气，问心脉，对他倒是真的用心。仅仅用心，这样可不够。与儿子交谈不甚愉快，他叫嚷着说你方才脸色很差，好似被烤焦一般。300年前，于蟠桃园，你与太上老君相见，到底所为何事？就是只为此事。此乃我命小妖从天庭档案偷抄的。300年前蟠桃宴后，老君3个月没开炉，那3个月你去哪儿了？牛魔王，你是在审问我吗？我是在询问我的妻子。我去养伤了，为仇家所伤，借老君一处幽静之地调养而已。怎么，需要我将伤疤展露给你看吗？还是说，你宁愿轻信那些流言蜚语，也不愿相信我？我并非。老牛，我们夫妻多年，红孩儿已然长大，有些事情过去便算了，追根究底并无意义。晚上吃涮毛肚，我去准备。3个月，红孩儿的生辰，纯阳仙气，清凉符，平衡车。我偏要弄个水落石出，儿子究竟是谁的骨肉？此事绝不罢休。宁贤之啊，有些缘分强求不得，有些真相不知为妙。误会才刚刚开始。模仿你的视频点赞达100万了，说你好似蒸汽火车成精。像火车也胜过像炼丹的老道。老婆，你说是不是？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此乃老祖宗定下的规矩。爸，你是否又惹妈生气了？何来声响？那是你爸我在练功，新学的牛魔踏号阵。哦，就是你在屋内蹦蹦跳跳，还念叨着什么300年前养伤幽静。你练功倒还颇具情节。我那是编造口诀以助兴致。儿子，你听错了。妈，今日老君爷爷派童子来说，下午会送新的静心莲台过来，问我打坐所用，放置于何处？照旧放在炼丹房。对了，老牛，下午你帮我去天河码头接收一批货物，据说这批北海玄冰质量上佳。老婆，收兵这类粗重活让小妖去做即可，我留在家中陪伴儿子接收礼物。随你。董事长，我们这般行事不太妥当吧？夫人若知晓了……住口！我这是关注家庭财产安全，那莲台万一属于危险品呢？你需密切留意，待太上老君的人到来，他们进去放置物品时，设法将此物滚至门边，使角度对准里面。这乃是窥探隐私之举啊，董事长！我查看自家的炼丹房，岂能算作隐私？速去！这个月奖金翻倍！好。我倒要看看你这表舅如此殷勤，究竟所为何事？善儿，许久未见。表舅，您为何亲自前来，还用了化身？真身行动动静过大，
这净室莲台需其亲自调试，与你产生血脉感应，方能发挥其最大功效，助红孩儿平稳度过火劫。有劳表舅费心了。当年若不是您用此方法救我，我恐怕早已化作一缕青烟，消散于天地间。过往之事不必再提，你既然选择了他，我便只当你娘家的舅舅。这孩子总归有我一半的责任。一半责任？此事终究是瞒着他。牛贤侄心性淳朴，但有时过于固执。针对于他而言，或许过于残酷。能隐瞒一时，便是一时的安宁。我观他气息躁动，火气已冲顶门，若此刻点破，恐酿大祸。珊儿，你且宽心调试莲台，余下之事交于我来周旋。妈，我回来了，莲台到了吗？我快压制不住体内的火了。进来吧。董事长，录下来了，但里面的对话有些晦涩，我没太听懂什么血脉、火劫、一半责任。你没听懂，我听懂了。一半责任，瞒着他，这还不明白吗？明白什么啊，董事长？现在可算是舒服多了。谢谢，多亏了你送的莲台。咦，爸，你躲在那儿做什么？啊，没事儿，路过而已，看看风景。这位是贫道乃老君座下负责炼器的童子，奉法旨前来送莲台。牛施主有礼了。我们是否曾在某处见过？300年前，蟠桃园。牛施主莫要玩笑了，贫道修行时日尚浅，不过100岁而已。若无事，贫道便先行告辞了。母亲，父亲莫氏公司即将倒闭，受了刺激。董事长，那童子，他袖口有道金纹，像极了老君八卦炉底的铭文。300年前蟠桃宴上，他亲手给我斟过酒，袖口金纹分明未遮。或许是这样吧。走吧，儿子，我们去练功房。好，很好，都打算瞒着我是吧？儿子，莫怪父亲，这顶帽子是绿是黑，老子定要亲自查个明白。惊天秘闻，牛魔王以重金悬赏，寻求妖族上古秘术血脉溯源之法。此术极为凶险，却可直指血脉源头。他究竟想要查验何人？所以，今晚是家庭会议还是批斗大会？那我先订个岩浆毛肚外卖，你们冷战，不冲突。放下手机。爸，你嗓子卡拖鞋了？孩子在这儿，别这样。孩子在这儿正好。我问你，300年前蟠桃园，你和他……我和他怎么了？你说去养伤，养伤需要3个月，需要他亲自照顾。需要怎样？需要我跪下来给你看伤疤，还是需要我把心剖出来，看看上面刻的是谁的名字？你们在说太上爷爷？爸，你不会信了那些热搜吧？我没信。那你手里捏的是什么？老牛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只想知道真相。我说了，你不信；老君说了，你也不信。你要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我要知道，儿子是不是我的？爸，这话你终于说出来了。是，300年我不敢问，不敢查，人人笑我戴绿帽，我装听不见。可你们背着我见面传符送莲台，还瞒着我。瞒你是为你好，为我好还是为你们好？行了，爸，
你是不是我亲爹不重要，你养我300年，你是我爹。妈，我亲生父亲是谁？你不认识他。那他死了吗？懂了，太上爷爷是替他照顾我。妈，我火劫发作时，你每次给我贴符，手都在抖，我以为是怕我出事，现在知道你是怕我看到符箓上的纹路，猜到什么。太上爷爷送莲台那天说，他对你有一半责任，不是对我有一半责任，是对你，因为当年救你，才害我变成这样。你怎么知道？猜的，刚才你俩吵架，拼起来就猜到了。爸，我亲爹是谁不重要，我体内的火从哪儿来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300年来，半夜我发烧踢被子，是谁骂骂咧咧爬起来给我盖被？我学喷火烧了半座山，是谁替我顶罪？被妈扇进墙里抠了3天，我叛逆期说不想认你这个爹，是谁蹲在公司天台喝闷酒，喝到抱着小妖员工使人家3套功服？那事儿你怎么知道？小妖员工发的朋友圈，仅我可见。爸，你是我亲爹，户口本上是，心里也是。老婆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对不起我的事多了。300年前偷藏私房钱，200年前忘记结婚纪念日，100年前把我们的定情信物拿去当铺换酒。那件后来赎回来了。赎回来的是假的，真的早被你喝进肚子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？揭穿了，你会更觉得配不上我。我嫁你，不是因为你配得上我，是我乐意。但今天这事，你没完，我也没完。300年前的旧账你翻出来了，那咱们就慢慢算。怎么算？你给我坐回去，从明天开始睡3个月书房。老婆，我4个月。还有，明天自己去跟老君道歉。哦，不是哦，是去兜绿宫，当着他的面把你这几天查的事儿说清楚，然后磕3个头。需要我提前帮您约个心理疏导吗，爸？兜绿宫那边的童子说，老君今天吐了3口血，已经闭关了。吐血？他怎么了？不知道，童子说好像是把什么本命法宝融了，折损了1000年修为。老君他什么时候的事？应该是今天下午吧。爸，那道光是300年来，我第一次希望那些传言都是假的，不是怕自己戴绿帽，是怕冤枉了一个真心待我妻儿的人。有些债欠了300年，天亮之后该还了。爸，您是来磕头还是相亲？劳烦通禀，铁扇携家眷求见。祖师有令，近日不见外客，尤其不见牛施主。通融一下。那你们等会儿，我去问问。连个童子都知道收礼，他到底给咱儿子塞了多少好丑？你少说2句。我就说1句。这句也多了。表舅这是同意见我们了，走吧。来了。表舅，您无妨，修为折损些，再练便是。牛贤侄今日来是要向我道歉？歉从何来？我不该偷拍悬赏查您，怀疑您和我夫人。怀疑完了吗？完了。查出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查出来。哼，那便好。太上爷爷，您为什么不对我爸解释清楚？解释什么？解释您和我妈没什么，
解释您为什么照顾我300年，解释您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因为无人问过我。300年流言如沸，无人问我一句真假，我能担得起。况且我确有愧于善儿。当年若非我医术不精，那枚仙丹的烈性本可化解，他不必受这300年火劫之苦，那孩子也不必像我这样，是个异类。你非异类，是最出色的火脉修行者。那您为什么不早说？你会信吗？300年前你不信善儿，不信自己，今日是红孩儿信你，你才敢信自己。原来300年，我们都困在一句话里。这茶是当年您救我时我沏过的。还是当年那个味道。爸，你还好吗？儿子，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？太上爷爷，我爸给您道歉，他不会说话，您多担待。我还没到。您现在道歉了。老君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查您，偷拍，悬赏败坏您名声，我不配当董事长女婿，当爹，不配当红孩儿的爹。这句不算，我爸当爹配得很，3届第1。牛贤侄，你可知红孩儿的亲生父亲是谁？表舅。300年了，善儿，他有权知道。3000年前神魔大战，烈炎哥，上古炎魔战神，以身化火种战死。他托我保管此物，护善儿平安，等他遇良人。他说，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300年了，今日该物归原主，你才是红孩儿的父亲。所以，我的亲生父亲是个英雄。但父亲是养你300年的人。爸，你都摸一路了，今时再摸就要被你盘包浆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可是你亲爹的遗物。那他算我大爹，你就是我二爹。凭什么他是大爹，我才是一家之主？先来后到，你晚了3000年，插队都来不及。怎么还能这样算？做大爹只是荣誉值，实权还是在你手里。毕竟你是户主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老婆，我回去老老实实睡书房4个月，1天都不少。知道就好。那4个月之后呢？自己想。有些人的名字3000年无人提起，但火种未熄，他便不曾真正离开。烈大哥，我是二爹，绝不跟你抢媳妇。董事长，您在公司开明堂啊？胡说，这是祭拜3界先贤。那您拜的是红孩儿的亲爹，上古战神烈炎哥。不是吧，董事长？您这剧情比短剧还离谱。物证在此，比真金还真。董事长，您人还怪好的。那可不，我可是3界最厚道的二爹。你在我初恋的灵位前供花生。我不知道他爱吃什么。他花生过敏啊。我不知道啊，我真不知道。
他爱喝昆仑虚莲花酒，爱吃辣，越辣越好。昆仑虚莲花酒，爱吃辣，收到收到，马上全部换掉。董事长，我出去吹吹风，冷静一下。走吧走吧，别打扰我祭拜。你把他供公司干嘛？放家里你看着会难受，我委屈点没事。你又不欠他。我抢了他女人，我该难受。他死3000年我才嫁你，根本不算抢。他要是没死，你会嫁给他吧？会。那他死了，你嫁给我，亏了。咱们都是退而求其次，谁也别嫌弃谁，凑合过吧。花生撤了，他不爱吃，但供着也行，他脾气好，不会骂你。列大哥，他说你脾气好，他记了你3000年。我要是有机会也想当你这样的人，但我不想死，死了他就没人欺负了。这谁啊？排场这么大。玉总，您怎么来了？火焰山公司周年庆，我作为积雷山代表，不该来道贺吗？该，太该了。许久不来，你们公司还是这么土？是，土的冒烟。冒的是真烟还是新能源的烟？真烟，新烟还没投产。那祝你们早日投产，别还没投产，公司先易主了。董事长，玉面狐狸来了。谁？玉面狐狸，积雷山那位，追了您800年没追到的那位。他来干什么？说是道贺，但看着不像。他带8个礼箱，排场比您结婚还大。我结婚没排场是被他搅黄的，你忘了？那您见不见？见。他带礼来的，不见显得咱没气度。他要是砸场子呢？他砸800回了，哪回砸赢过？那倒也是，夫人擅自专治他。走。500周年，老牛，你这家业攒得不容易。你来送礼还是来忆苦思甜？送礼，顺便看看你。积雷山或火焰山公司500周年庆典赠上品雪参10对，千年灵芝8株，东海夜明珠1对，昆仑暖玉璧1双。礼太重，受不起。受得起。火焰山转型新能源，以后3届都得仰仗你。仰仗谈不上，混口饭吃。你还是这么谦虚，当年你可不是这样。当年年轻，当年你说总有一天要让3届都看得起你，现在做到了吗？差不多吧。那恭喜你。怀里揣的什么？没什么。藏这么紧，铁扇公主送的情物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赤色的，那是晶石，里面有一缕火。谁的？你不认识。是烈炎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死了3000年了。你知道他？知道。你也认识他？不认识，只是听说过。礼送到了，走了。不留下来参加晚宴？不了，我积雷山有事。董事长，玉总今天怪怪的。3000年了，我烧了你所有的画像，焚了你所有的遗物，我以为我忘了你的脸。你死了，你的晶石却在他手里。娘娘，走吗？走，你终究选了他，生前死后都是他。列大哥，你说他今天来到底是送礼还是来添堵的？他说听过你，听谁说的？你死了3000年，他才800岁，也是。你活着时他还没出生，
那他怎么一眼认出这是你的晶石？我问你也没用，你又不会说话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有话问你。白天没问够。白天人多，有些话不能当着人说。什么话？300年前，你第一次见我，积雷山，暮春，我办赏花宴，你替铁扇来取一坛我窖藏的桃花酿。我记得。你看见我，愣了很久，然后你问了我一句话。你问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我当时以为你在搭讪，很拙劣的搭讪。但我记了300年，每次想起来都在想，你到底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今天看那枚晶石，我忽然知道答案了。你认错的是谁？是他，对不对？你认错的是谁？是他，对不对？是。我像他吗？不像。3000年前他出征前，在老君那儿留过一枚流影石，他大概知道自己回不来。那枚流影石前天老君一起给我了，我晚上打开看，他站在一棵桃树下，风吹过来，他回头，我以为故人回来了。可我不是他。你不是他，是我认错了。所以你后来不看我，是因为发现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。你从头到尾追的都不是我。对不起。你对不起什么？你什么都没做，我却想了300年。是我的错。不，是我的错。我早该问你，早该追着问清楚，但我怕答案是你不喜欢我，怕答案是我不够好。铁扇赢了他，他死了，铁扇嫁了你，我连输给谁都不知道。老牛，那枚流影石能不能给我看一眼？就一眼。它很好看。是。比我好看。不同类型。你不用安慰我，3000年，他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，可是为什么我看见他的脸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？不是那种搭讪的见过，是真的，好像认识他很久了。奇怪，我明明没见过他。你手上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小时候烫的。狐狸怕火，你怎么会被烫？不小心的，我该走了。玉面，300年，你为什么年年往火焰山跑？习惯了。习惯什么？看你公司倒闭没有？看你被铁扇赶出家门没有？看你……看我像不像他？你第一眼看我，是不是也觉得在哪里见过？你非要这样吗？不是你非要问清楚吗？好，问清楚了，以后也不来了。不可能，我那时候还没出生，怎么会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我会对你有这样的感觉？3000年，足够让英雄化尘，也足够让一粒尘埃长成被前尘牵绊的人。我知道你回来了，我一直都知道。你的晶石在他怀里捂热了，被他当宝贝珍藏着。你满意了？
烈焰哥，你欠我的3000年了，该还了。是我们谈谈3000年没谈的那件事，该有个了断了。妈在书房待了3小时，门都没开。哦，你不去看看？他有事会叫我的。万一他没事，就是想你叫呢。你小小年纪，哪来这么多弯弯绕？我就是遗传我妈的智商呗。你意思是你爹没智商？我可没说，你自己说的。爸，我妈这2天不对劲。她是不是想他了？爸，你吃醋了吗？没吃醋，他想他是应该的，他毕竟比我早到3000年。那你排老二。老二。我是老二生的，所以我排老3。你算术真好。遗传你的。还没睡？给你送茶，新泡的。凉了。新泡的还热着。老牛，我要出门一趟。去哪儿？积雷山。找他。娘娘，夜很深了，你应该歇了。不困，你先下去吧。3000年了，你到底是谁？是你，是我。来吵架，来谈事。你先说还是我先说？我先吧。今天谈的不是老牛，是他。他的字，你认得他的字？写了什么？一行字。我能看吗？不能。那你来积爷山，是来告诉我他给你写过信？我来问你，3000年前蟠桃园那天，他在桃树下等人，等的是谁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那时候还没出生。你知道？你手上的烫伤，你看他留影时时的眼神。你追老牛300年，不，你不是在追老牛，你是在找一个人。你不记得他是谁，但你的身体记得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，3000年前神魔大战前夕，他在老君那儿留了一枚晶石，那个回头的方向不是看我。3000年，我一直以为他等的是我，今天我才知道，他等的另有其人，是你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他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。那你手上的烫伤怎么来的？我说了，小时候不小心。狐狸怕火，被火烧伤的狐族会留下永远无法消除的疤痕，因为狐族先祖受过火神的诅咒。那不是烫伤，那是被炎魔一族的本命真火灼烧后留下的印记。3界只有一个人有那种火，烈炎哥的火，烧过的人生生世世都会记得他。我不记得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那你该问问他，为什么烧了你？为什么让你忘记？他欠我一个答案，也欠你一个。你烧过我，可我不记得你。爸，你这是搞茶艺展还是等我妈？茶艺。茶艺讲究品相，你这第7杯茶叶都泡烂了。第8杯会好的。妈昨晚去的积雷山，开车半小时路程。
现在是早上7点，他去了10个小时。你什么？你不急？急有用？没用，但你可以表现出来，显得你比较在乎他。我怕我一催，他更烦。万一他不是在烦，是在等你催呢？你小小年纪，哪来这么多经验？抓情感博主学的，3届情感博主都拿你俩当反面教材。你干嘛？给妈发消息。别发，他说谈完就回来。谈完的标准是什么？聊到尽兴还是签完合同？妈，你老公快把自己熬成茶干了。他怎么回你？不知道，他发的是……发什么了？爸。你妈没哭过的。300年，我没见她哭过。她嫁我那天下雨，我以为是雨水。去哪儿？鸡岩山。你不是说不催吗？这不是催，这是接。列大哥，你活着的时候，她哭过吗？你肯定没让她哭过。你那么好的人，我就不行。我老惹她生气。你3000年没见着她了，你不急吗？算了，你急也没用，你出不来。你一夜没合眼，不困。你来找我吵架，吵到一半自己先哭，这算什么事？我没哭，你哭了。300年老对头了，你瞒不过我。3000年，你嫁人生子，把火焰山经营得风生水起，人人都说铁扇公主是罗刹贵女下嫁莽夫，亏了。那封信上面写的是什么？等我回来。3000年，我等他回来，等来一捧灰，一枚晶石，一封只有4个字的信。但他等的不是我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，你只是不敢认。他在老君那儿留了2样东西，一枚晶石，一封遗信。遗信上写无期善，我以为是给我的。3000年，我没敢问，我怕答案不是我想要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敢了，因为他死了3000年，而你的手腕上还留着他的火痕。我不是来和你抢他的，我只是想知道，3000年前蟠桃园，他等的那个人是不是你？我不记得了。那你为什么哭？昨晚你问我信上写了什么，我没告诉你，你也没追问。你不敢追问，因为你怕答案是你想的那样，也怕不是。300年，我追着老牛跑，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。我以为我是喜欢他。前天晚上他问我，300年前第一次见面，是不是把他认错了？我说是，我认错了。老牛，我来接你。你怎么进来的？门没关紧。你哭了？没有。玉问发消息说你哭了。他造谣。进来了也不敲门。我敲了，没人应。那你就应该等。等了1夜，等不下去了。你不在家，我都不知道啥。傻不傻？傻。你们2口子回去再秀。谈完了吗？没谈完。那再谈会儿，我在外面等。不用，回去再说。那封信不是写给我的。无期善，
我以为是铁扇的扇，但他叫的是另一个人。3000年，物归原主。还不走？那信真的是写给你的？你不打开看看？他死了3000年了，看与不看，他都不会回来。老牛，我追了你300年，不是因为喜欢你，知道，是因为你像他，可你不是他，你是你。你走吧，以后不去火焰山了。烈炎哥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积雷山贺礼，上品雪参10对，核对完毕。东海夜明珠1对，核对完毕。昆仑暖玉璧1双。暖玉璧呢？这儿呢？这什么？账上没记。赠品。积雷山送赠品，看看，不太好吧？玉总的私物，万一是什么危险品呢？咱们这是为公司安全考虑。你说的对。这样就行了吧？等你看到这个，我应该已经……算了，不说丧气话。你来了，老君说这石头能存影像，我存一个，等我回来给你看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打完仗就回来。要打多久？很快。怎么了？你每次都这样说。这次是真的。上次你也说是真的。那这样，我留一枚晶石在老君那儿。晶石？我的本命火晶。打完仗我去取，取回来给你看。那要是……没有钥匙。等我回来。这女孩，难道是她穿的绛红裙子？玉总最爱穿的那条。这石头是3000年前的吧？那位战神出征前录的。他说扇儿，我记扇。铁扇夫人姓铁扇，不叫扇儿。那这个扇儿是谁？穿帐红裙子，活在3000年前。玉总送贺礼，把这石头夹带在里面。你觉不觉得？觉得什么？玉总那道烫伤在左手腕。你扶我一把。董事长，又怎么了？这个，您看这个，3000年前，猎战神和他等的那个人，哪儿来的？玉总贺礼箱子里压箱底。你看过了？看了。里面是什么？猎战神、桃花树，还有个穿战红裙子的女孩，是玉总。3000年前他就在那儿了，他说不记得。董事长，玉总不是忘了，他是自己不想记起来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好的，牛董。列大哥，这石头是给他的吧？你录的时候是不是想着打完仗回来亲手放他手里？你没回来，这石头在他那儿放了30年、300年、3000年。老婆，祁连山鹤里箱子里发现个东西。什么？一枚流影石，3000年前列大哥录的，他等的那个人在里面，你看过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看？看了，他就真的死了。娘娘，火焰山那边来了消息，说
董事长说，鹤里的箱子里有一枚流影石，问您是否要取回。烈焰哥，阿善，走走。等我回来。阿善，爸，那块馕跟你有仇？没仇。那你倒是吃啊！老婆，我今天想出门一趟鸡来山。去干嘛？还东西。他的应该还他。你不怕妈吃醋？吃醋的是你爸。我没吃醋。你昨晚说梦话，还喊人家玉面狐狸全名。我喊什么了？你喊玉面狐狸，你到底是不是他？我喊的是这个。你还喊烈大哥，你倒是把他还给我。爸，你这是替大爹催婚呢。我不去，这东西放谁那儿都不合适。为什么？放咱家你天天看见，放公司小妖们天天偷看，扔了缺德。他等了3000年的东西，不该在仓库箱底压着。我送过去，放下就走，不跟他多聊。谁担心你？那你担心什么？我担心你去了，明明是还东西，到你嘴里变成查案。你每次心虚就这样，像谁欠你800年的债？你形容的好像你见过800次，300年来见了800次。那我该怎么送？放下，说这是你的，走了。就这么简单？万一他问起烈大哥，问你什么？问他生前的事，我不知道。老牛，你现在担心的不是还东西，你是怕他难过。烈大哥，我替你送定情信物去了。你笑什么？你知道这事儿多尴尬吗？你未婚妻追了我300年，因为你长得像我，也不全像，你好看，我没你好看。她等了你3000年，3000年，她把你忘了，又没全忘。我今天去还石头，你保佑我别出洋相。娘娘，您一夜没合眼，不困，早膳备好了，不饿。好吧，娘娘，您有需要再吩咐奴婢，奴婢先行退下了。门没关，自己进。我来还东西，鹤里箱子里压着的。看见什么了？看见桃树，看见他和你。你那时候没留疤，手腕是光的。3000年前的事了。你记起来了？记起来了。他信上写的什么？等我回来，我们成亲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。他死了。每次看见你，心跳就快。我以为我是喜欢你。前天晚上你问我，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是，我认错了。认错了300年。可你不是他，你是你。这个我找了很久，以为丢了。没丢，你压在鹤里箱子最底下。那应该是忘带了。你不是忘带，你是不敢送。你说是来给我道贺，其实是想把这石头还到火焰山。放你那儿，你天天想；放别人那儿，你又不舍得。所以你夹在鹤里里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万一后悔了，还能借口取回来。3000年了，你还是这么拧巴。你倒是不拧巴，
查老婆查了80年。老牛，他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？你见过他的留影时，你比我更熟悉他的脸。我只认识他3天。第一天，老君把他晶石给我；第二天，我对着灵位供花生，你表妹说她花生过敏。铁扇不是表妹，差不多。第3天，我梦见了他，梦里他在桃树下站着，回头，他说：“帮我跟他说，我不后悔。唯一后悔的是那句话没能亲口告诉他。”石头还完了，你走吧。还有一句话。什么？他晶石里那缕火3000年没灭，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知道了，是在等你。他不是没等到，你是来晚了3000年。烈焰哥，凉的。沏了一上午，第9杯了。前8杯呢？到了。热着呢。说什么了？说烈大哥晶石里那缕火3000年不灭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说3000年他等的那个死了。老牛，我们欠他一个婚礼。谁的婚礼？他的。和谁？和他。这场婚礼该补上。但他死了。晶石还在，火还没灭。你这是要办冥婚？你说话真难听。我是替你翻译。不用你翻译，你只说办不办。办。但有个问题。说。新郎缺席3000年，这婚怎么结？谁要结婚？你大爹。他不是死了3000年吗？晶石还在。所以你们要给一个死人和一只狐狸补办3000年前的婚礼？是。在哪儿办？蟠桃园。他等他的地方。请谁啊？老君主婚，我们全家出席。那我负责干嘛？负责闭嘴。我负责录视频，3届头条预定。老婆。你确定他想办这个婚礼？他嘴上不说，心里想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是女人。妈，你等过谁？等我。等多久？300年。从我认识他那天，他就在等我开窍。那你开窍了吗？开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。爸，你开了个寂寞。老牛。你去找老君，请他主婚。他上次吐了3口血，闭关呢。他会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欠烈炎哥的，也欠玉面的。这婚礼办了，他的债才算还完。那你呢？我去基列山，请他，问他愿不愿意。他要是不愿意呢？那就当没提过。他等了3000年的东西，至少该问问。3000年，你在里面闷不闷？我在外面闷了3000年，你在里面比我好。进来。又来了。又来了。这回是吵架还是还东西？来问你件事。说。蟠桃园，3000年前，他在那儿等你。他想娶你。那场婚礼3000年没办成，现在补，你愿不愿意？你说什么？蟠桃园婚礼，他和你，他走了3000年，晶石在，
火没灭，三界都知道他等的人是你，你等的人也是他。这场婚礼不是活人办给死人看的，是3000年前就该办，没办成，现在补上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因为我也等了3000年的答案，现在知道答案了，该放下了。他还没亲口说，他说了，老娘梦见的。他唯一后悔的是那句话没能亲口告诉你。3000年，该还了。等等，婚礼什么时候？3天后，蟠桃园，桃花开了。烈焰哥，3天后，别迟到。老君，牛贤侄又来查案？不是。蟠桃园3天后补办婚礼。谁的？烈大哥和玉面。铁扇说请您主婚。3000年前他在我这儿留信，说老君，如果我没回来，这封信帮我送到积雷山。我没送。为什么？他死了，我怕那姑娘受不了，一拖就是3000年。这场婚礼我去。您身体死不了，欠他的该还了。妈，这是哪儿来的？3000年前蟠桃园织女房的手艺。你什么时候去买的？今天下午，托人加急改的尺寸。他愿意吗？愿意。所以现在情况是，大爹的晶石当新郎，玉面狐狸当新娘，老君主婚，你俩当主家，我当摄像。这算3届第1离奇婚礼了吧？算。热搜预定。标题写什么好？3000年旷世绝恋终成眷属，还是战神遗孀下嫁晶石？写晶石本石出席婚礼。这个好。老婆。你累不累？还好。你忙活1天了。3000年的事，1天算短。嗨。老牛，等这场婚礼办完，我们重新结一次。老官儿，你紧张不？爸，我看紧张的是你吧？我才不紧张，又不是我结婚。牛董，机位架好了，全景一个，特写一个，备用一个。你一个搞行政的，咋会摄像？上个月您让我偷拍老君，我现学的。我可听到了，你自己招的。当我没问。3000年，它一直不开花，现在怎么开了？等人等到了。有些树认主，主人在等的人来了，它就开花。这树是烈大哥种的，他出征前夜种的。他说，等桃花开了，他就回来。3000年，桃树不开花，他也没回来。今天花开了，他知道他来了。妈，我有点想哭，忍着。忍不了。那就哭吧，别出声。哇塞，好美啊！我没迟到吧？没有，花刚开。3000年，他等我。烈焰哥，蟠桃园到了。 3000年，神魔大战前夜，烈焰哥在我这儿留了2样东西：一枚晶石，一封遗信。晶石托我转交铁扇，遗石托我送到积雷山。晶石我交了，信我压了3000年，我怕你受不了，我替他做了3000年主。今天不做他的主了，今天他自己来。这是他出征前夜录的，托我，如果他没回来，婚礼上放。阿善，这是他想对你说的话。阿善，你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说了，说点高兴的。我今天种了一棵树，就种在你那天站的位子这儿，你站过的脚印还在。
等这棵树开花，我就回来了。要是花一直不开，那就是我没回来。那你别等了，算了，你还是等吧，万一我迟到了呢？阿善，等我回来，我们成亲。你种树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。你说阿善，等我回来，桃树就开花了。3000年，你迟到了3000年，但你还是来了。阿善姑娘，今日蟠桃园，桃花为证，3界为宾，你可愿与烈焰哥结为夫妻？我愿意。礼成。这就完了？不用拜天地，不用喝合金酒？他不在，拜给谁看？3000年，他等这一声愿意，他等这一场婚礼。说完了，礼就成了。烈焰哥，我们成亲了。3000年，你终于是我丈夫了。那个贺礼，不知道送什么。问了老君，说你以前爱喝昆仑虚的莲花酒。昆仑虚说这酒停产3000年了，我托人翻库房，翻出最后一坛，3000年的陈酿，应该还能喝。他出征前夜喝的也是这个酒。老君说的。他说打完仗回来陪我喝。3000年，他欠我一顿酒。这杯敬你，迟了3000年。物归原主，你留着吧，这不是我的。他写了无期善，3000年，留着当个念想吧。我不需要念想，我嫁的人活着，天天在家沏凉茶。你不一样，你等的人回不来，他的字该你收着。谢谢。不谢。铁扇，300年我追着你男人跑，给你添堵了，是挺堵的。对不起。不用，没你堵这300年，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走了，家里茶凉了。我也该走了。舅妈，我能这么叫你吗？我大爹娶了你，你就是我舅妈。我没见过他，但我爸说他要是活着，会是个很好的人。这花开得真好。他种的。他种树的时候，是不是没想到要等3000年才开花？那他要是在天有灵，现在应该挺高兴的。舅妈，以后还来火焰山吗？不来了，没有理由来了。那积雷山欢迎探亲吗？欢迎。好，我加进家庭旅行计划。舅妈，那我走了，我妈茶真要凉了。那个大爹娶到你是他的福气。烈焰哥，3000年，你种的树开花了，你等的婚礼办完了，你欠我的还清了，我欠你的，下辈子还。好。
董事长，老君又写信了。这回说什么了？说他托梦给他。谁？玉面。玉总托梦？他不是还活着吗？他说他很好，让老君转告我，谢谢。董事长。玉总什么时候走的？蟠桃园婚礼第2天，侍女发现的。他穿着那件绛红嫁衣，晶石握在手里。老君说他走得很安静。那积雷山那边丧事办了吗？老君去了，铁战去了，红孩儿也去了，我没去。为什么？他追了我300年，最后他发现追错人了，他应该恨我才对。玉总不会恨您，所以他谢我了，我更不知道怎么回。董事长，您要不要给他上炷香？去说一句不客气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，桃树是你丈夫种的，你应该也喜欢。这是昆仑虚内坛，我没喝，给你带过来了。这杯敬你，300年辛苦你了。这杯敬烈大哥，他娶了个好媳妇儿。这杯我敬我自己，300年终于不用躲了。你托梦给老君说谢谢，不客气。你追我300年，我都没给过你好脸，你不欠我什么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要不是你追我300年，铁扇就不会吃醋。铁扇不吃醋，我不会知道他有多在乎我。你让我知道我老婆爱我，让我知道我儿子亲爹是英雄，让我知道3界有个人等了3000年，就为听一句我愿意。这些都谢谢你。去了。去了。焚修好了。老君立的碑，碑上写的烈焰歌之妻。大舅妈的全名呢？不知道，她叫阿善。老君说全名失传了，他自己也忘了。那碑上就刻烈焰歌之妻。他说他等了烈大哥3000年，这个身份他认。桃树种了。种了，蟠桃园老树的枝。能活吗？老君施过法，说能活。妈，你哭了？没有。你在抖。风吹的。老牛。你说他走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想烈大哥吧。还有呢？我比他幸运。你比他累。什么？你等了2个人，一个死了3000年，一个活着300年。这段太酸了，不录。老婆。我们欠他的怎么还？他等了3000年，等到婚礼办完，走的。他没遗憾了。我们替他看看桃树开花，替他喝喝莲花酒，替他把烈焰歌忘了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老牛，明天你沏茶少放点茶叶，太苦。第900杯了，你才说。以前不好意思说，现在好意思了。现在想通了。你泡茶确实难喝，但我喝了900年，习惯了。第901杯，少放茶叶。还是苦，但能喝，进步了。爸，你嘴角压一压，快翘到后脑勺了。吃你的饭。我吃饱了，狗粮。我去公司了，
今天3届新能源论坛，我要发言。你发言？我发言。我代表火焰山青年一代。爸，你茶还是没我妈沏的好喝。我觉得还行。我也觉得还行。妈，你就宠着她吧。我先走喽。舅妈，我妈说要替你把烈大哥忘了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但你俩，我不会忘。各位来宾好，欢迎来到天庭3届新能源论坛。我是主持人莎莎，接下来有请红孩儿作为火焰山青年代表进行发言，掌声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火焰山青年代表红孩儿。头发谁弄的？他自己。比我弄得好。比你弄得好100倍。各位3届同仁，今天我不讲技术，技术参数在会后资料里，我就讲3句话。第一句，300年前，我父亲因为我的火焰属性被3届嘲笑了80年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他替我顶罪，被我妈扇进墙里抠了3天，抠出来后，他第一句话是：儿子，你饿不饿？第二句，3个月前，他知道我不是他亲生的，他给我大爹设了灵位，每天对着灵位说：烈大哥，你儿子养得很好。第3句，今天站在这里，我叫红孩儿，户口本上傅青兰是牛魔王，他是我亲爹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这是蟠桃园，好像是积雷山那位。这张照片能给我一份吗？什么情况？这是能听的吗？您要这个？为什么？他托梦给我，说他很好。蟠桃园那天，我老眼昏花，没看清他穿嫁衣的样子。您不老，3000年了，够老了。给我一份。我想看看他穿嫁衣的模样。我也不知道这照片哪来的，让主办方发您吧。天庭3届新能源论坛上半场到此结束，出了点小状况，请大家移步休息区休息。凉的，将就喝。谢谢。您看3遍了。老君。您是不是也等过谁？没有。您撒谎的时候，眼皮会抖。牛贤侄，查案查到我头上了。随便问问，您不想说就不说。3000年前，他第一次来兜绿宫，穿着绛红裙子，在桃树下等他。我隔着窗子看，心想这人真好看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以为来日方长，一转眼3000年了。妈，那张照片不是我放的。知道。谁放的？重要吗？太上爷爷刚才问我要照片，他说他没看清他穿嫁衣的样子。妈，老君是不是也喜欢过他？不是喜欢。那是什么？是羡慕。羡慕烈炎哥，有人等了他3000年，老君等过的人没等他。那是3000多年前的事了，不提了。走吧，你爸的茶该凉了。
嗯。儿子，那3句话谁教你的？自己想的。爸，你是不是要哭？没有。你眼眶红了。会场冷气太足。现在是6月。天庭冷气足。爸，你哭吧，我不录。没哭，沙子。天庭没沙子。那是什么？是茶。茶？你刚才茶被翻了，溅眼睛里了。对，茶。你俩站这干嘛？我爸被茶溅眼睛了。喝这杯，温的。阿善，你穿嫁衣真好看。爸，今天论坛上我那3句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是几分？8分。扣的2分在哪儿？说叛逆期快过了。难道没过？你前天还因为火锅蘸料跟你妈吵了半小时。那是原则问题，毛肚不能蘸麻酱。麻酱怎么了？妈，你是罗刹贵族，罗刹贵族吃毛肚蘸岩浆，不蘸麻酱。入乡随俗。看，叛逆期没过。老牛，明天周末去积雷山看看那棵桃树。好。带壶莲花酒。好。我也去。你不是要跟朋友打游戏？推了。我想舅妈了。一起去。舅妈，今天老君问我要照片，他夸你好看。舅妈，我明天就来看你了。爸，你手别抖。没抖。画面都糊了。那是雾。第1杯敬烈大哥，你媳妇儿我给你照顾的挺好，桃树也活着。第2杯敬阿善，你追我300年，辛苦了，别再追错人。第3杯敬我自己，300年，终于有人夸我茶有进步了。爸，你自己那杯怎么不喝？忘了。阿善，以前我叫你玉面，觉得你烦；现在叫你阿善，觉得你傻。妈是不是要哭？不知道。你劝劝。我不敢。走吧。妈，你等等我。也等等我。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舅妈，是你吗？是他回来看我们了。舅妈，你还在吗？爸，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？不知道。会不会变成树，变成花，变成风？舅妈等了3000年，她肯定舍不得走。想看着我们还记不记得他？风大。风大。爸，你拿这个干什么？蟠桃园婚礼那天，小姚员工录的，我没看过。阿善，这是你的婚礼，你自己收着。爸，你不留着做个纪念？他比我更需要。走了，公司还有会。老牛，等我们一起。妈，我下次还能来看舅妈吗？当然，随时都可以。爸，那下次你和我一起来。那你叫我。董事长，您今天去积雷山了？那棵桃树还好吗？长高了。开花了吗？
董事长，开了，真的，这才种了不到1个月。花苞，那是玉总？不知道，可能是。董事长，你说人死了真的有灵魂吗？以前不信，现在呢？现在不知道，但如果真的有，他应该会留在那棵桃树旁边。他等了3000年才等到婚礼，舍不得走。阿善，你今天托梦给红孩儿了吗？那棵桃树，我也种了一棵在兜立宫后山，从蟠桃园移的枝还没开花。我等你托梦，等了3000年。舅妈，你让我妈也看看吧。妈，你看，什么时候拍的？刚才积雷山那棵树。是他。阿善，桃花很好看。妈，你哭了？没有。阿善，谢谢你。第904杯，少放1半茶叶。不苦了。真的。爸，那朵花谢了。舅妈走了。她来看我们了。茶不苦，她应该放心了。各位来宾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庭3届科技创新颁奖大典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主持人莎莎。你帮我看看领口。不看。为什么？歪着挺好。哪儿好？显得没那么紧张。你看出来了。你每次紧张，领口就往左歪1寸。那我往右拉一下。别动，歪得太假。哦。下面颁发本届最大奖项3届绿色创新杰出贡献奖。会是谁啊？听说昆仑虚很厉害。我觉得火焰山的项目也不错。入围的有南海潮汐发电项目、昆仑虚储能矩阵项目、火焰山新能源安全可控3昧真火应用项目。获奖的是火焰山新能源。爸，叫你。叫我？奖杯不要就颁给别人了。走稳。谢谢。3届说我是赘婿，说了300年。今天这个奖是我老婆的公司拿的，我是替我老婆领的。300年前，我就是个打架的，不会做生意，不会搞研发，不会带孩子。我老婆嫁我的时候，3届都说是下嫁，她确实下嫁了，但她从来没说过后悔。我也不会说漂亮话，老婆，我出息了。妈，你哭了吗？茶烫。你喝的是凉茶。那是我眼睛进沙子了。董事长，您不把奖杯放下？放哪儿？这儿有桌子。万一摔了？这是金属的，摔不坏。那也放着不踏实。董事长，您刚才在台上说的那些话，是提前背的稿子还是临场发挥？临场。那您挺能说的。憋了300年了，再不说，怕他以为我不知道。妈，
我爸刚才说那些话，你什么感觉？没什么感觉。真的？他欠我300年好听话，今天才还了1句，利息都没够。那你让他继续说。他说不出来了。爸，你再擦他就要掉漆了。这是仙金，不掉漆。那你也擦了3遍了。老婆，这个奖杯放哪儿？公司展厅。家里不放一个？家里放不下。客厅这么大，放脚杯还是放你那些供花生供酒的灵位？那灵位可以收起来。收哪儿？书房。书房是我的。那仓库？仓库是小妖们的。老婆，那奖杯放哪儿呀？唉，旧茶几，我看得见。老婆，我今天在台上说的那些话，其实还有一句。什么？谢谢你嫁给我。300年前，你站在桃树下，那时候我就想，这人真好看，怎么会嫁给我？我想了300年，没想明白。老婆，你当初为什么嫁我？因为你傻。就这个？够用了。当年追我的人，有家世好的，有长得好的，有本事大的，只有你，明明打不过我，还挡在我前面。那次是意外，我不知道你那么能打。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，但你会学。下辈子还娶我吗？娶。不怕再戴绿帽子？烈大哥不在了，阿善也走了，没人追我了，下辈子轮到我追你。好。这标签谁写的？董事长夫人。火焰山新能源3届绿色创新杰出贡献奖获奖人牛魔王先生及夫人。董事长夫人说，这是他们俩的奖。300年，公司终于有他们2个人的名字了。以前展品标签怎么写的？火焰山公司创始人铁山公主，董事长牛魔王。现在呢？牛魔王先生及夫人。董事长夫人说，这个顺序，董事长高兴。进。这么晚不回家？有事找你。不能明天说？不能。说。我想去积雷山开分公司。理由？舅妈走了，积雷山那边没人管，狐族还有几百口人，产业荒了3年，他追了你300年，每次来火焰山都自己贴钱。积雷山的账我查过，早就不赚钱了，但他还是年年送厚礼，年年给你们添堵。他是个傻子，我想替他把积雷山撑起来。你妈知道吗？知道。她怎么说？她说去吧，她还说积雷山那棵桃树，你舅妈种了3000年没种活，蟠桃园移过来的那棵活了，让我好好养。第916杯了，你妈还没嫌我沏的难喝。爸，你舍不得我去？不是，是怕你去太远，茶凉了没人喝。开玩笑的，你去吧。积雷山那边启动资金多少？企划书里有预算。不看，你说。300万仙币。第1年盘活旧产业，狐族有人手。第2年引入新能源技术，第3年争取盈亏平衡。爸，你别光恩。我在想，300万够不够？你舅妈送的雪参就值200万，她送了300年，300万不够。500万，多出来的给狐族发3年工资。爸，公司账上也就800万，所以还剩300万，够周转。你疯了？没疯，他追错了人，但心意是真的。这500万是还他的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？从知道你大爹是谁那天，他打仗死了，留下遗物、信和3000年不开花的树，我什么都没留下过，至少能留点钱。他比你帅，比你早认识妈，比你早死3000年，但他没你命好。他等阿善舅妈没等到，你等妈开窍等到了，妈等你说好听话也等到了。虽然就一句。你这是在安慰我？陈述事实。还没回来。儿子刚走。老婆，我是不是挺没出息的？你刚拿了3届大奖。那是你的技术，
你刚给儿子批了500万，那是还阿善的。你茶沏的还是难喝，但我喝了900多杯了。回来，茶凉了。马上。有些人等了300年，有些人等了3000年，但只要等到了，多久都值得。火焰山、积雷山、蟠桃园，3界之内再无疑惑，再无绿帽，再无遗憾。